大家好，今天10月5号，比特币价格已经突破2万美金，相信看我视频做多比特币的粉丝朋友应该都吃肉了吧？自9月27号第一次给大家比特币50倍多单的建议，9天了，我自己也是在手50倍多单，包括我身边几个老板的，还是那句话，做对给我抱住，抱未来。不然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目前它价格已经突破了这一条终极的下降趋势线，至6万9到这个4万8。现在已经过了，过的话还有没有买点，或者是它上面的压力位到底在哪个位置？这一波上涨的目标要怎么来观察？有没有可能这一个上去才是第一浪？包括4个小时，它现在也是在漫步通道边缘，根本就不给压回的机会。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压回来都是买点啊！你昨天有在敢买的话，现在也应该都有利润啊。不然等下再来讨论一下日线级别的波段指标也是有走好的迹象，包括那个 OBV 跟哈根阿喜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eyond OK 永久返佣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那么来看一下，目前的价格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如果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线，6万9、4万8。你价格一直在跌到末端的时候，它如果趋势线反复的在测试1次、2次或者是3次，有可能就是说明下降趋势有在减缓的迹象，甚至有可能会扭转啊。那现在已经扭转了，还有人看空吗？我的观点是不要啊，因为这1个月多以来3个月了。当然这一波我也是跟大家坦白，我个人抄底的点位并不够帅啊，从2万1就开始抄。预计是有可能下去都是底部啊，只是没想到我也没买在这个什么1万8、1万7啊。不然今天视频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根又是一个多方的吞没，你昨天的视频有看，敢压回再买都是机会啊。为什么？因为就是它这一个多方的吞没很明显，下方是带大量，带大量是明显比前面2天跌的时候量要大，而且是过了这条20MA。20MA 线上不做空，压回找买点，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趋势，我早在这几天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过，不一定跌得下去，因为当时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出趋势了。那现在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WR 指标，它跟 KD 跟那一个 RSI 是不一样的，方向它是向下才是一个上涨趋势，方向如果是向上，它才是一个下跌趋势。那既然 WR 指标是一直在20下方动画区，现在是日线级别已经来到这个区间，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区间，有可能压回，不一定会给你很深的机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啊，4个小时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你如果是空方的朋友，在这个位置看到 WR 指标这一条黄色的线破50的时候，它比那个 KD 跟那个 RSI 是速度非常的快啊。只要它这个位置破50，就是说明有可能一波上涨要开启，甚至现在连4个小时也是在20下方的多方最强势的动画区，它有可能压回，不一定会很深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天的上涨，什么时候有看到它跌破过这个5MA， 所以就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漫步通道边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就是一直在漫步整个5MA。跟这一个布林线的上轨，动不动有可能就突破这个上轨，有可能再回来，有可能再突破上轨，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一些信息啊，就前几天有跟大家讲的，其实这一波主力是拉得非常的巧妙，完全有可能就是在看指标。当时这一个突破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讲过，它现在已经有一个上升趋势是形成啊，只是没想到会再压得这么深。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是很明显，就这个 MAC 的柱状是明显超过前面整理区的柱状，有可能就是说明它要做方向变盘啊。那后面这个位置过高的时候，其实这个上影线我也是跟大家讲，不宜在这个位置直接过高，过高很明显就是这个柱状会马上少于这个柱状，它会形成一个价格过高、指标背离的迹象。而且前几天也是跟大家讲，够了12根啊。这个红柱放12根，要指望它24根吗？当然也是不排除，我也是会担心。不过我的观点是12根，那现在昨天前天早就已经过了这个零轴，
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柱状是不是明显比这个柱状要漂亮，所以它就没有形成一个背离，因为这个高点已经把这个高点给过了，这个柱状而且是明显比这个柱状要漂亮。包括这一个4个小时的这个 KD 指标，目前也是在80上方，超强势的一个动画区，尽量给我报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一则新闻啊，俄罗斯那边的一则消息，就是俄罗斯联邦财政部是计划让该国的任何行业不受限制的接受比特币和加密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现在是感觉有一点转暖了，因为之前我记得是俄罗斯那边的几个部门他们是有冲突的，一个是俄罗斯的央行是一直希望就是支持这整个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然后财政部，俄罗斯的财政部是一直反对啊。但是现在我感觉两个部门可能是不是已经站在同一条线上？如果是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是俄罗斯那边就是他们的总统希望下面全部都是同意，以后要支持整个比特币跟加密货币？那我的观点是，反正这一个数字货币就是看未来，至于未来要涨到哪一个位置，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前几天有跟大家聊过的，就这一个黄金比例，当时从6.9万跌到这个3.3万，它反弹的力道是达到 0.38， 就是在这个4.8万的高位跌下来。我前几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它是一直在压皮球、压弹簧，弹簧已经压到非常极限的一个位置，根本连高位都不给空发，0.38都没过去啊。所以这一波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它有可能上涨的一个目标，我感觉这个位置是要开启第一浪。有没有可能去 0.38 的位置 2.9万，而且2.9万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就是讲了好几次的，自比特币21年的1月份连到这一个21年的5月份到7月份的这个低点位置，然后是在今年的5到6月份这个低点跌破的这个位置，2.9万有可能才是会是一个压力区，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这一波尽量观察，有可能真的会去2.9万，到时候看要不要做一些解码的动作。然后还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一波这整个哈根阿奇指标现在也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已经看到绿 K 已经放出来了，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 K 线全部隐藏掉，你就单看这一个哈根阿奇指标去等它什么时候放绿 K 的位置去买，有可能就会给你猜中一个波段，当然肯定会有失误哦，猜错的话你就给它止损掉。现在是已经放绿 K 了，比如说历史上的几个位置，你就单看这一个哈根阿奇指标，绿 K 放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波段，绿 K 放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波段。还有前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个 OBV 指标，它也是量能先行反应的一个波段指标。早在9月初的时候，这边就已经金叉了，而且是4.8万跌下来，从来都没有金叉过，就是在这个位置金叉。那现在还是在金叉的结构，它有可能在这边反反复复上去，只要量能一直保持，量增价涨，量缩价跌，整理的时候量缩，都是健康的一个量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周线啊，周线的这一个 WR 指标，其实也是跟大家讲了一段时间，我估计这一波有可能上去会是第一浪啊，前面的浪形全部都要改啊。这一个上去如果是真的去第一浪，我刚刚讲的这个2.9万的位置，如果它能整理一个曲折，甚至可能调整的更深，能不能再去2.5万左右？因为前面的这个高点，如果能调到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波开启一个第一浪，然后这边整理一个第二浪，调整到2.5万，然后后面看能不能开启一个大三浪上涨，看会不会去过历史新高，就是这样子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